海贼王到底要怎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风风雨雨？大家好，我是朱亚本，今天来聊聊海贼王的结局。截止到2021年8月16日，海贼王已经连载至1021话。这部尾田从1997年开始创作的漫画，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24个年头。我们经常说尾田是伏笔狂魔、对称狂魔，正是因为他在这漫长篇幅中留下了大量首尾呼应的细节，总能在不经意间给读者带来惊喜。可能大家平时不会注意到，海贼王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篇章结构，从第1话到第597话为 One Piece 的第一部故事，生存之海超新星篇；598话开始为第二部故事，最后之海新世界篇。尾田特地在漫画601话时用标题 Romance Down for the New World 前往新世界的黎明来呼应第1话标题 Romance Down 冒险的序幕。所以如果这部作品要达成尾田想要的对称美，那么最后会在1200话左右完结。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说和之国篇之后就是最终章。在这最后100多话的有限篇幅中，尾田必须要给路飞的冒险画上句号，这24年来的未解之谜也必须得到串联，这就让我们对海贼王的结局有迹可循。线索1：天龙人的陨落。这还要从一通秘密电话说起。在956话中，科比与德雷克的秘密通话揭开了海军中另一个神秘组织 SWORD， 意为利剑。当时科比特地避开了公共场合，找了个隐蔽的房间接听队长德雷克的情报，从侧面说明了 SWORD 即使在海军中也是非公开的组织。身为世界政府的势力之一，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避开敌人的耳目，完成更重要的任务。这个原因也在两人的通话内容里得到验证。当德雷克说出他看到 CP Zero 出现在和之国的消息后，科比的惊讶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听到凯多大妈的结盟。结合早前的929话大蛇与 CP Zero 的密谈就知道，世界政府一直以来与海贼作战所需的武器一直是通过多弗朗明哥购买。随着 Joker 的倒向，政府的遮羞布也没了，只能直接来到和之国交易。自此，海贼王世界观中又一条暗线浮出水面，军火贸易，而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世界政府、凯多、多弗朗明哥等人。还记得凯多第一次登场时的台词吗？他的目标是发动世界最顶级的战争，也为此努力了20多年。占领和之国后，就将它打造成巨大的武器工厂，利用海楼石和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源源不断地将武器送往德雷斯罗萨的地下暗港，由唐吉诃德家族转卖给其他国家。获得资金后，又反过来向多弗朗明哥和凯撒库朗购买史玛亚果实和毒气武器，充实百兽海贼团战力。在这场军火贸易的游戏中，所有玩家的信息都被明哥记录下来，变成一份交易清单。这份清单成为了 CP Zero 和革命军争夺的目标，也是萨博和科尔拉的小队来到德岛的任务之一。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不仅仅是因为摧毁这条军火贸易线后，可以阻止其武器输出助长世界的战争，更重要在于它可以向世人证明世界政府的黑暗一面，作为证据以及向世界政府宣战的檄文。不要忘了，德雷斯罗萨是世界政府的加盟国，国王多弗朗明哥还与天龙人有莫大关系，这几乎相当于吴老星一直在默许军火贸易，侵害世界，制造混乱。在科尔拉向龙汇报完德岛战役的情况后，龙当即决定召集4大军队长，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会议做准备。届时必然有像德雷斯罗萨和阿拉巴斯坦这样的，因为吴老星错误的策略遭受海贼袭击或者叛乱悲剧的国家奋起发声，动摇天龙人的根基。在海贼王的世界中，龙和革命军一直想要推翻的并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其背后的阴谋和天龙人。他们并不直接兑现海军，甚至像藤虎这样的重要角色，在利库王面前的惊天一跪，让吴老星和世界政府颜面尽失。而海军受的组织，也许正是为了追查武器贸易，才会让德雷克卧薪尝胆，从进入新世界后就直奔凯多阵营。只不过他们看到的真相出乎意料。细算下来，海贼王中纯粹的恶只存在于天龙人中。天龙人在剧情中出现的机会不多，但每次都让人血压升高。这群特权贵族并不见得与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只因为他们是800年前建立世界政府的20位国王的后裔，所以享有着恐怖的特权，能够动用海军大将级别的战力，碾压所有胆敢反抗的贱民。他们圈养奴隶的邪恶癖好，酿成了无数悲剧和一部剧场版电影。罪行累累的天龙人到底凭借什么力量统治着这个世界呢？第一股力量是公开的，伊姆、吴老星、钢骨空为首的政府高层牢牢把控着3大暴力机构：海军、CP 和推进城的权力。海军元帅由高层直接任命，强大的海军足以碾压任何对手。CP 谍报机关则是潜伏在地下世界中，进行那些见不得光的操作。第二股力量是秘密的，藏于圣地玛丽乔亚中的某件国宝，依靠手术果实赋予不老手术后就能发动，可以直接取得这个世界的实权。但天龙人的陨落也是从这2股力量的示威开始，海军已经无法应对逐渐狂暴的大海， CP 在与革命军的交手中屡屡受挫，而曾经被悬赏51倍里的手术果实，现在却落到了低智一族手中。以神自居的天龙人将摧毁反抗者的命令称为屠魔令，但他们却有着天敌。D はまた必ず嵐を呼ぶ。真相は誰も知らないが、世界各地の歴史の裏で脈々と受け継がれている名だ。そして
ある土地では D の一族こう呼ぶ者たちも神の天敵。主角蒙奇 D 路飞就是祖传的 D， 并且已经2次击倒了天龙人，第一次是在香波地群岛，第2次是在德雷斯罗萨。天龙人的残酷统治制造了这个世界无数悲剧与眼泪，而身为乔伊波伊的路飞，注定是要给世界带来欢笑与黎明的人。这终极矛盾必然在海贼王结局时彻底爆发。回想一下海贼王前600话的故事，是不是以香波地群岛的天龙人事件作为结尾？那么对称一下呢？天龙人虽然是目前的世界之主，但他们却一直在寻找着古代兵器，还不得不建立玩下七武海制度，来维持海军与海贼之间的势力平衡。这已经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自罗杰开启大海贼时代后，天龙人统治的力量也在日渐衰落，他们急需补充力量来维持统治。吴老星的每一次登场，几乎都是在讨论世界局势的恶化。而在路飞和罗这2个低资传人将明哥击败后，时代运转的齿轮终于被彻底破坏掉。如明哥所说，海贼史上最大的霸权争夺即将上演。当时他还提了一嘴已故的白胡子。线索2：席卷世界的巨大战争。还记得白胡子的名字吗？爱德华·纽盖特 （Newgate） 是不是有一点点新时代之门的意思呢？回想一下明哥对白胡子的评价：戈尔蒂罗杰称霸了伟大航路25年，他的宿敌白胡子没有称王，立于王座之前而实现了霸业。在罗杰死后，白胡子成为最接近顶点的强者，被称为世界最强的男人。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他没有成为新的海贼王呢？答：因为他不感兴趣，而且有其他目的。在顶上战争的尾声，面对邪恶的黑胡子，白胡子曾经感叹过一句话：罗杰在等待的男人至少不是你，第七。罗杰等待的人，这个说法在海贼王中出现过许多次。最早在路飞他们进入伟大航路时，库洛卡斯大叔就曾经说过，罗杰以及其他去过拉夫德鲁的船员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来得太早，未来会有人超越他们，找到玩 Piece。所以当罗杰海贼团解散后，这些知晓了世界秘密的船员都在默默注视着时代新人。而白胡子则是在罗杰下船后最后的见面中，得知了低资一族和部分玩 Piece 的真相。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他做了2件事：一是关注着拥有低知名的人，比如艾斯和第七。回想一下，当时路飞和白胡子第一次见面时，老爹是不是也对路飞倍加关注？因为艾斯曾经给老爹看过路飞的悬赏令，上面就写着大大的 D。白胡子做的第2件事，就是以最强之力筛选着这片大海上的新兴强者，并挡住了一些想要争夺海贼王宝座的家伙，成为新世界势力平衡的重要一角。最终，他在顶上战争这个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用最后一丝生命喊出了令战国和世界政府畏惧的新时代宣言。背负起过去几百年历史的人，将会向这个世界发起挑战，而世界政府将会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席卷全世界的战争而大为恐慌。毫无疑问，天龙人的统治将会在这场战争后彻底瓦解。白胡子用自己的死开启了新时代，践行了自己姓名中的含义。顶上战争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世界局势的剧烈动荡。那么各方势力都是怎么应对的呢？海军开始了世界大征兵，藤虎、绿牛等强大战力加入，贝加庞克率领的科学部队 SSG 进入实战。CP 暗中贩卖军火，利用强大武器镇压海贼。而海贼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四皇的动向。先说凯多，1001次4话时，凯多看着路飞掉进海里，略显失望地说了一句：“你也没能成为乔伊波伊啊。”在982话时，凯多知道康十郎的卧底身份后，最关心的是玉田有没有透露过拉夫德鲁的情报。种种迹象表明，凯多虽然没有去过拉夫德鲁，却对这个世界的真相有所了解，可能是来自洛克斯，也可能是他在和之国发现过什么。但最关键的还是他为此采取的行动，无论是占领和之国制造武器，还是培养能力者军团，甚至连路飞和基德这种挑战者，他也没有杀掉，而是给了他们加入的机会，因为他太渴望战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凯多热衷于发动世界最顶级的战争，因为他的发起人命中注定就是乔伊波伊。凯多想要获得玩 Piece， 拿下海贼王的宝座。再说大妈也一直觊觎着海贼王宝座，曾经想要将罗拉嫁给巨人王子，来获得巨人国埃尔巴夫的战力。在大妈看来，如果他能够拥有巨人族的力量，早就拿下玩 Piece 了。在联姻失败后，又投资了凯撒的巨人化实验，想用科技来制造巨人军团。与此同时，又对杰尔玛的改造人军团十分感兴趣。他在战力扩张方面不遗余力，而且也一直在收集着历史正文，对三眼族的布林充满期待，希望他开演后能解读出历史正文的内容。正如多弗朗明哥所说，白胡子死后的世界开始动荡，强者们已经在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双方只差一个导火索就能引发巨大战争，而这个导火索已经出现了。在956话中，世界会议期间发生了众多大事件，一件是与萨博和阿拉巴斯坦王国有关的异变，另一件是废除王下七武海。这些事态席卷全世界，科比也不得不承认，海军全体出动也没用。发生在圣地玛丽乔亚的事件，很可能与当时在823话寇布拉参与世界会议的目的有关。他试图去探寻空白100年间的真相，这个秘密很可能与冥王有关。随后在908话的世界会议期间，寇布拉果然求见了吴老星，
并很可能在会议中透露了历史正文与阿拉巴斯坦守护冥王的情报，舆论哗然。按照卡普的说法，各国间本就利益不均，冲突一触即发，充满野心的国王们为了拿到冥王的力量，开始向阿拉巴斯坦王国进军。卡普因此才希望白星和尼普敦不要对地面、对人类产生恐惧，毕竟掠夺与自私就是人类残忍的一面。黑屋子海贼团也因此加入了争夺古代兵器的行列，久违的开始行动。远在和之国的凯多也收到了情报，并在宣布与大妈结盟时正式提到，古代兵器的出现将会令世界陷入恐惧和战争，而这股强大的力量将会被他们的联盟所获得。寇布拉的行为已经触怒了五老星和伊姆，本就是背叛的一族，正式成为了一盏必须灭掉的灯火。寇布拉在参会前就已经重病缠身，这一次必定凶多吉少。恰好此时萨博小组向天龙人宣战，公开了各王国私下军火贩卖的清单，并为了救回大雄向天龙人出手，制造了混乱。藤虎绿牛开始防卫，从后来藤虎身上的bandai来看，必然是一场激战。陆奇为首的 CP0 趁机动手，将寇布拉除掉，并嫁祸给革命军。摩根斯得到情报，将新闻写为双头版。正面是革命军袭击世界会议，阿拉巴斯坦王族遇害，参谋总长萨博战死。反面是王下七武海制度被废除，世界政府原本希望摩根斯隐藏世界会议期间的骚乱，却遭到拒绝。摩根斯又接到瓦波尔的新情报，海贼王里的人渣都有洗白的可能性。瓦波尔的吞吞果实能够暂时将人吞下，以他和薇薇短暂的交集，会不会偷偷将薇薇藏了起来呢？而萨博小队则在大卫女乔艾利波尼的掩护下成功撤退。为了避免 CP 的跟踪，暂时没有用电话虫与总部联络。尾田故意卖关子，不让我们得知事件的全貌。但只从结果而言，世界会议上发生的事态进一步引发了更多事态，所以世界经济报才会有报道不完的新闻。局势已经脱离了世界政府的掌控，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即将到来，并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瓦解天龙人的统治。线索3：连成一片的大密报。你知道 One Piece 的正确翻译吗？由于种种原因，中文海圈的翻译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 One Piece 简单翻译为大密报，但其实它的日文原文是这样的，直译的话就是连成一片的大密报。连成一片是非常重要的前缀，能帮助我们去理解 One Piece 的真相。在海贼王地理中，红土大陆和伟大航路十字交叉，将整片大海分割成东南西北4个海域，彼此间互相隔绝。伟大航路与红土大陆有2个交点，第一个是颠倒山，汇聚了4海的洋流，也是伟大航路的唯一入口。第二个是香波地群岛上方的圣地玛丽乔亚，它的正下方1万米深海就是渔人岛，这里也被称为世界中心。还记得路飞当时去渔人岛时，夏利夫人的预言吗？路飞总有一天会毁灭渔人岛。然而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路飞不仅保护了白星，也成为了整个龙宫王国的大恩人。难道夏利的预言是错误的？不，他的预言是100%正确的。这还要从藏匿在海之深的诺亚说起。据海王类所说，这艘巨船就是为了给他们牵引而打造的。这么巨大的船只足以带上渔人岛上的所有居民前往陆地，而迁居陆地一直是渔人族的梦想。很可能在800年前，乔伊波伊就与当时的人鱼公主有过约定，只可惜没有成功。现在新的乔伊波伊出现了，新的海王也觉醒了，又到了决定渔人岛未来的时候。然而千百年来人类对渔人族的压迫和歧视，已经让许多渔人对陆地充满恐惧。即便是乙姬王妃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无法说服全部族人。但如果不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渔人们将永远无法在阳光底下生活。路飞将会用自己的方法，将所有人带上陆地，摧毁渔人岛，不再留恋这个深海的避难所，堂堂正正地来到陆地生活，也就验证了夏利的预言。那么有什么力量能够将整座渔人岛摧毁呢？这就要提到渔人岛正上方的红土大陆。北欧神话中，世界之蛇耶梦加德凭借庞大的身躯环绕深海，将整个世界围堵。酷似海贼王中分割世界的红土大陆，耶梦加德最终在诸神黄昏的末日决战中苏醒，引发大海的滔天巨浪，并与众神决战。有趣的是，在圣经中，方舟诺亚是被建造出来用于挽救生物、躲避洪灾的巨大船只。尾田会不会在这里参考了现实世界里不同的神话故事，将红土大陆视作引发灾难的根源，而将巨船诺亚作为拯救渔人族的关键呢？回想一下，为什么天龙人要定居在红土大陆之上？这片巨大的陆地是世界最高的地方，远离大海。最初建立世界政府的20位王，是不是经历过这片大海的狂暴，因为畏惧才迁居到高地呢？还记得战国是怎么评价白胡子真正果实的力量吗？称它是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为什么地震能够毁灭世界呢？答案也许就在伊姆和圣地玛丽乔亚的国宝上，他很可能可以利用这个国宝摧毁红土大陆，巨大陆地沉入大海，掀起恐怖的海啸，淹没整个世界。这是比真正果实还要恐怖的超级地震。从对称角度而言，海贼王结尾也必将发生一场超越顶上战争海啸的巨大海啸。再来看世界政府主导下的另一个超级工程——桥上国特奇拉沃尔夫，能够连接岛与岛之间的巨大桥梁，自700年前开始修建。如此巨大且遥遥无期的建造，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可能是因为当岛屿都连接起来后，不再需要航行，危险的大海可以被隔绝起来，人们只能生存在远离海平面的巨桥上，接受天龙人的奴隶，因为巨桥如同大陆，也能够被摧毁。在即将到来的巨大战争中，3大古代兵器都将苏醒，自称为神的天龙人迎来诸神黄昏，与乔伊波伊展开最终决战。红土道路沉入大海的时刻，就是愚人岛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必须离开这里，去往陆地生存。而当这块阻隔了4海的陆地消失后，伟大航路两侧的无风带以及那里的海王类，也可以在海王和天王的力量下移开，伟大航路不再难以进入，4海一路成功汇聚，连成一片。这个愿景实现时，草帽一伙的愿望也可以成真了。山治的欧伯路因为4海聚齐而形成，而成为了海贼王的路飞，也就是这片大海上最自由的人，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上的阻碍，可以在大海上自由冒险与航行。全世界将举行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宴会，将欢笑传遍至大海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结局的部分猜想，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哦。我是朱亚本，下期见啦。